最近老是刷到什么 PS6 规格泄露，什么 PS6 掌机曝光的这种新闻。这其实非常的匪夷所思，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 PS5 这个世代都还没有开始呢，怎么就要结束了呢？怎么就 PS6 了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感觉。这个世代的索尼 PS5 卖的确实多，也有一些不错的游戏，但是这些游戏现在差不多都上 PC 了，而且相比 PS4 和 PS3 时代，就算算上这些限时独占游戏的数量也实在是太少了。真的，你能想到哪一款游戏能够完美诠释 PS5 的吗？ PS5 这个世代的代表作是什么？你别跟我说小机器人哈。Well，口罩时代对 PS5 的初期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的 PS5 到了现在了，也大多数时间都在落灰。毫不夸张的说， PS5 对我来说现在最大的卖点就是它可以在低噪音的情况下游玩我收藏的 PS4 实体游戏。 PlayStation 的本家游戏少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看看上个季度美国 PlayStation 商店的销售榜单你就明白了。销售榜单的前10名里居然有6个都是来自微软发行的游戏，这直接揭露了索尼本家游戏数量有多么的匮乏，产能有多么的捉襟见肘。索尼的粉丝已经等不到自家的大作了，只能靠微软来救场。你能想象，如果这种现象是发生在 PS4 或者是 PS3 世代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吗？原本的索尼 PlayStation 是整个行业的风向标，它做什么别人就跟着学什么，而现在呢竟然反了过来，什么热门索尼就追什么，完全丢掉了曾经引领潮流的自信和定位。这个世代的索尼在服务型游戏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原本它可以在这个世代巩固自己的独占城墙，但是现在它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曾经的 PlayStation 几乎就是单机游戏的代名词，我记得早在 PS3 世代，大家就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联机选 Xbox， 玩单机必选 PS3。 神秘海域、战神、最后生还者这些游戏不仅仅是索尼第一方的招牌，更是整个单机叙事类型的标杆。那个时候的索尼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也知道自己的核心受众是谁。 PS3、PS4 2代主机的成功靠的就是这些精雕细琢、代入感极强的单人游戏。只要他们保持这种路线，继续做好讲好故事的那一套，其实完全可以继续大卖特卖，甚至垄断高质量单机体验的市场。可是不知道索尼是哪根筋搭错了，一头扎进了服务型游戏的红海。索尼之前宣布自己要推出10几款服务型游戏，在我看来其实挺搞笑的，因为服务型游戏需要玩家一直上线一直游玩，他们这么做不就是自己跟自己在抢玩家的时间吗？而且我在 PS5 发售的早期还天真的以为 Bluepoint 也就是重置过恶魔之魂的那家工作室会在 PS5 世代带来血缘诅咒的重置版，结果他们居然被拉去开发战神的服务型游戏。战神的服务型游 I mean what the不过还好啊，这个项目现在被砍掉了，而这一切的转向归根结底都得感谢吉姆莱恩这位老兄。这位 CEO 去年刚刚卸任，但是他留下的烂摊子却还在持续发酵。他在任内的最大问题就是盲目的追逐服务型游戏的风口。别误会啊，我不是反对服务型游戏，一个健康的行业当然应该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应该有。比如说他们家的地狱潜兵2我就非常喜欢，可问题是索尼是 all in 啊，他们把之前原本专注单机的团队啊，比如这个做出往日不在的 Band Studio， 做出杀戮地带和地平线的 Guerrilla Games， 甚至是大名鼎鼎的顽皮狗，都拉去搞这些他们完全不擅长的服务型游戏。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游戏几乎全部都被砍掉了。另外那些以前做过或者是已经做出来游戏的工作室也是一连串的翻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老生常谈的新民特工以为自己跟上了时代，足够政治正确，最终奇葩审美发售即 BOSS， Bungie 的马拉松追逐撤离射击的风潮，结果测试反响平平，然后又爆出抄袭丑闻，现在被无期限的延期。暂时还没有被砍掉的 Fair Games 只是放出了预告片，制作人就已经跳船逃跑了。这还不算完啊！根据泄露的资料，索尼还打算推出一款地平线系列的多人在线游戏，而且居然是卡通化的画风格搞得跟堡垒之夜一样。哎，怎么又是堡垒之夜？
所有人都想成为堡垒之夜，他们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运营能力和受众。之前还看到索尼起诉腾讯的《荒野起源》抄袭，不过你索尼要真的是这种画风，那我觉得你还真不如让腾讯去做算了。本来这游戏就是腾讯先做了，但是没有谈拢 IP 授权才改名的，万一做烂了，这 IP 烂在腾讯手上也比毁在你自己手上强。还有就是马上要上的《羊蹄战鬼》，充满争议的女主角演员在网上跟玩家各种对着干，结果被大 V 带头抵制，索尼也不管。我真的只能说，索尼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最忠实的核心玩家群体。之前我还戏称马拉松将会是新名特工 2.0， 现在看来吉姆莱恩老兄造成的伤害远远不止一个 2.0， 很快就会出现 3.0 甚至 4.0， 真的是浪费啊，我靠，太浪费了。这些工作室原本可以在这个时代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做最顶级的叙事游戏，结果索尼却把那些有潜力打造下一部神作的工作室通通拉去跳服务型游戏的坑，然后再把项目砍掉。种种的这一切都让索尼在这个世代的错误方向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他们自己的第一方团队明明人手充足，资金雄厚，坐拥行业最顶尖的开发者和技术，但是因为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从而导致真正做出来的内容少得可怜，成为了这个世代索尼最大的硬伤。以前一个主机世代可以出一整套完整的3部曲系列，比如神秘海域系列，玩家每隔2年就能玩到一部震撼大作，主机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有期待有高峰的。现在呢，他能安稳地做出一部完全释放 PS5 机能的游戏，我就已经烧高香了。游戏机之间的战争其实已经被迫结束了，微软已经完全不搞独占了，任天堂呢，它又不是同一批受众，而索尼的独占游戏登上 PC 和 Xbox 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快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开放了，也不是出于什么玩家第一的理念，而是他们根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们根本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再去赌一个只登陆 PS 平台的大作还能收回成本了。过去几年，索尼盲目的追逐服务型游戏的失败，不仅削弱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单机叙事传统，而且还导致整个开发体系的成本和风险呈现出指数级上升的趋势。资源被白白浪费，项目被砍掉，团队士气低落，开发周期拉长，试错成本越来越高。如今他们想要推出一个3A 级别的游戏，几乎就是一次豪赌，动辄5年开发起步，预算轻松破亿。与此同时，失败的代价就是整个工作室都可能会被裁掉。漫威蜘蛛侠2开发预算达到了惊人的 3.15 亿美元，地平线西之绝境也花了 2.12 亿美元，这还只是开发本身的成本，宣发的预算都还没有算进去。这么高的投入，如果仅靠 PS 平台独占，根本不可能回本，不登录 PC， 不靠双平台3平台吸血，他们根本就撑不下去。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索尼前段时间还在招聘，职位的名称叫做多平台与账户管理高级总监，他们的招聘广告称该职位将负责领导 PlayStation 游戏在 Steam、Epic 商店、Xbox、任天堂以及移动平台等多个平台上的商业战略。索尼嘴上说的那些漂亮话什么这是我们的多平台战略，是要让更多的玩家玩上我们的游戏，可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填补单个平台无法覆盖成本窟窿的不得已而为之。而 PlayStation 的玩家呢，我们会因为索尼的这些改变，就在未来享受到更多优质的游戏吗？不能，我们只会看到游戏越来越贵，主机越来越贵，独占越来越少，而索尼的每一个决策失误，最终都会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我们不是在买游戏，而是在交税。什么税？在交新名特税，在交马拉松税，交那些被项目取消、失败企划、赶工上线、强推服务型游戏背后的沉没成本税。我们交的是索尼高层错误战略的滞纳金，交的是顽皮狗3年做了个最后生还者 Online， 最后又被砍掉的代价，交的是 Bluepoint 被拉去做战神的服务型游戏，而不是我们最想要的血缘诅咒重置版的机会成本。我们在为他们的幻想买单，为他们的贪婪买单，为他们的保守和短视买单。然而最可悲的是，我们消费者实际上出了最多的钱，但却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一趴。索尼也没有反思，服务型游戏照样 all in， 还在赌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堡垒之夜，成本照样堆天高，然后他们只会冰冷冷地告诉你，为了持续运营，我们要提高价格，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既然如此，你若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没有王朝是永恒的，曾经再忠实的粉丝也会反水，我们玩家也只能用钱包来给市场投票了。Later， 精神错乱的定义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同一件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发疯的其实不仅仅是索尼，而是整个游戏行业。华纳前2天还说自己下一部作品会是 DC 相关的服务型游戏呢。哎呀，都给我要整笑了！这群人真的是玩家给了反馈他们不听，市场给了信号他们无视，媒体给了警告他们当成杂音。在游戏这个行业里，现在有创意的人根本就活不下去，因为提出有创意有想法的点子会被否决，想做出不同风格的游戏反而会被高层打回重来。高管们一通操作，把游戏搞了个稀巴烂，然后最后裁员的总是基层干活的员工。这个行业的大厂真的是烂透了。这些高管把我们真爱的东西一通糟蹋，然后拍拍屁股就可以安然无恙的走人。但是我们也千万别放弃希望，因为不得市场青睐的东西一定会被淘汰。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成功的小厂都是前某某大厂的制作人出走之后的自立门户。这些人有想法有创意，但是不甘于大厂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些独立 2A 游戏正在快速的崛起，他们会逐渐成长，成为以后的大厂，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看微软不就转型了吗？就像当年的 Sega 一样。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未来的屠龙者能够吸取教训，不要到最后重新变成新的恶龙。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 PS5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